战斗机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是哪里？是发动机还是操作方向杆？实际上都不是，而是座舱盖。座舱盖可能有的朋友不太了解这个名词，实际上它就是我们在现代战斗飞机上几乎都可以见得到，飞行员上方的那个玻璃盖子。座舱盖笼罩在飞行员上方，具备耐高温、抗冲击、强度大等特性，同时也需要良好的视野保障其正常工作。所以别看座舱盖只是块弧形玻璃，但制造它的技术可不一般，造价甚至超过了大部分零件。最早的座舱盖玻璃只起到保暖防风的功能，也只是简单的使用钢条和平面玻璃的组合。而后为了应对战争需求，座舱盖玻璃需要防弹能力，但同时顶部玻璃要容易被击碎，方便紧急情况下飞行员逃生。所以座舱盖玻璃四周与舱盖顶要用不同的材料。而21世纪战机速度进入超音速，气流与舱盖摩擦产生高温，以前的丙烯酸酯热变性温度仅为104摄氏度，已经不再适用。之后的战机改为用更为耐高温的聚碳酸酯，可是其加工难度大，加工程序复杂，并且容易被汽油或是乙醇溶解，这也让后期保养成为一大难题。这些都使得研究者们不得不对机舱盖继续升级换代，寻找更优的解决方案。俄罗斯研发了可以抵抗180摄氏度高温的聚氟代丙烯酸酯，之后又研制出了特种硅酸盐玻璃，作为本国第4代战机座舱盖的材料。而美国则采用三明治的设计方式，在2层丙烯酸酯中间加入1层聚碳酸酯，既有良好滤光性和较轻的质量，又耐高温且坚固。之后在 F-22 战机上，美国又用了新的工艺加工方式，使机舱盖的性能再次得到提升，世界各国无人能及。F-22 的机舱盖也一度被人们称为黄金玻璃。美国 F-22 战机和部分 F-35 战机上的座舱盖玻璃用的都是黄金玻璃。黄金玻璃虽然也是3合1的材料层次，但是呢，它的制作工艺区别于传统方法。传统战机座舱盖采用的是多层有机玻璃组合结构，通常是使用压力成型法制作，即将一层层不同的有机玻璃压制成为一个整体。这种方法对工艺技术的要求比较低，但是完成一个舱盖要花费6周。而 F-22 战机的座舱盖玻璃采用的则是注射成型方法，将外层的丙烯酸酯与夹层的聚碳酸酯2种材料一体化，直接注射成型。这种方法所需要的时间仅只用1周，并且得到的座舱盖层次清晰分明，抗撞击能力好。但这种方法的工艺难度又极大，既要实现各个层次材料的均匀分布，又要使它们相互之间层次分明，几乎没有国家能复刻出来。此外，雷达波经过座舱盖玻璃时会发生多次反射，在座舱内造成腔体反射效应而被雷达截获信号。但是如果在座舱盖表面增加1层导电膜，就可以很好的屏蔽雷达波，以此实现隐身。而 F-22 战机的黄金座舱盖玻璃在隐身方面遥遥领先，正是因为呈现金黄色的氧化铟锡导电膜涂层，可以有效散射座舱中的无线电波。作为全球储量仅1.6万吨的极度稀缺贵金属，铟是其他国家很难得到的材料。优秀的工艺加上昂贵特殊的材料，使得美国的黄金玻璃至今都难有匹敌者。在多次的飞行测试实验中， F-22 舱盖被多次撞击，甚至是鸟类的撞击的情况下，也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坏。而在环境测试实验中， F-22 座舱对于雷达波造成的反射远远小于其他同类型的战机。这项技术可以说是一直在被模仿，但从未被超越。而中国现在终于打破了这项技术只有美军拥有的神话。F-22 搭载着黄金玻璃的一体式座舱盖，一度被很多国家奉为神话，号称再给中国20年也不可能研发出这块玻璃。但是没想到，中国实现一体式座舱盖玻璃只用了短短2年的时间。一体式座舱盖不单单是指笼罩着飞行员的那一块气泡状玻璃，还包括更加先进和可视化的战机飞行数据显示，取代了传统的按钮式操作，采用更加便捷的液晶显示屏，飞行员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战机状态。而性能方面，歼205代机的舱盖使用了以聚碳酸酯为主的更加先进的复合材料，保证了舱盖整体的抗撞击能力。在超音速的巡航状态下，即便被飞鸟撞击，也可以保持飞行状态和座舱的完整度。并且国内自主攻破了注射成型的技术难关，在材料和工艺方面完全不输于 F-22 战机。
此外，歼20的一体化座舱镀膜层也有效地屏蔽了大部分雷达波，降低了战机位置暴露的可能性，将其整体隐身水平再度提高。一体式座舱盖玻璃这项技术的攻克，对于我国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世界上现今真正意义上领先研发出来这项技术的国家，除了美国，便是我们了。即便是俄罗斯，也还是半瓶子醋。所以，当我们的歼20一经问世，其搭载的武器有多么先进，暂且不提。光是这小小一个座舱盖，就可以让世界战机研究同行刮目相看。很多人只是看到了战机展示出来的炫酷科幻的外表，却忽略了其中需要攻克的技术难度和生产制造工艺的复杂。而我国之所以可以在短时间里取得这样巨大的突破，离不开中国长期以来对于航天事业的投入和工业领域技术的积累。厚积而薄发，一体式座舱盖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实力。相信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，我们座舱盖的技术将会不断进步，未来将能够继续升级。每天嗨科普，我是闪电哥，咱们下期见。